高瞻远瞩意深远，万众一心志成城。朋友们，大家好。1981年5月17日，董海川先师墓正式落成。此举在特殊时期刚结束时，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各家报纸、海外华人报刊竞相登载。董海川先师墓背靠燕山山脉，居龙脉正中。墓前正中的大理石上镌刻着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先师墓，落款为1981年北京体育界公历。在这块碑文背后是董海川先师的墓志，碑文如下：董海川先生墓志。董公海川，河北文安人，约生于清嘉庆18年，没于光绪8年冬。公生年壮举颇多，初集幼学全记，会南游见闻，提炼积闪制胜之巧，采纳炼神导气之方，始创传掌，首受京畿，为数年高徒辈出，一经五坛，乃取义理系权理及八卦明掌术，故公即为此门鼻祖。遂在新有再传门人李子明等442人群力同心，祈救遗葬。今墓碑新成，主晚生铭文，以致纪念。壬戌春历康革武传，卢元镇书，李瑞刻。董海川先师的墓为八角形宝顶，8个面每一面镶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在这上面镌刻着迁墓的大事记和所有捐赠者的姓名。国外和外地捐赠者的姓名后来又刻了4块碑文，分别镶嵌在墓墙的正背。连续14集为朋友们讲述当年为董海川先师敬迁墓碑的重大历史事件，回忆往事，不得不承认，这件壮举是八卦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现在董海川先师墓已成为国家文物，董海川先师也成为万安公墓100位名人之一，是前辈们的高瞻远瞩，勇于担当，不畏艰难，才为我们后学留下了这样宝贵和重要的武术文化遗产。敬迁董海川先师墓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时代的局限。20多年前，李子明先生的入室弟子赵大元这样回忆，他说：戴老师当时提的就是说呢，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我们精神，要把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我们的民族精神要振奋起来，要凝聚起来。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件壮举的伟大意义。首先，它是八卦掌传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尚武崇德的精神，在特殊时期刚刚结束的时候，大涨了武术人和国人的志气。其次，是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武术宗主地位，用事实证明武术源于中国。不出子明先生所料，此举之后，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纷纷竖起了认祖归宗的碑铭。董海川墓的重新移建，将海内外八卦掌同仁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此后，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八卦掌同仁归宗认祖，海内外华人报纸纷纷做了报道，对中国武术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此看出李老过人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开拓精神。中华民族
泱泱大国的宗主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第三，作为典型案例，带动了全国武术文物的修复和保护。自董海川先师墓建成之后，全国多地都将特殊时期被毁坏的武术宗师墓重新的修复建立起来。第四，这是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北京市政府支持民间义举的一个典型案例。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没有陆羽副市长的亲自过问和支持，此举很难实现。我们这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那个时候，我是在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村工部领导下，在北平市当时北平市做地下工作。陆羽同志是子明先生的老领导、老战友，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都具有睿智长远的目光和无私无畏、乐于奉献的品格。第五，董海川先师墓的建立，使国内外的八卦掌传人有了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一处原本不为人知的荒地，现已成为海内外八卦掌研习者及武林同仁向往的精神殿堂。通过此举，大家相互联系，同心同德，达到了空前的兴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20多年前，李子明先生的弟子王彤老师这样回忆：可以这样说，在迁坟的问题上，应该说是李老能够团结八卦掌界各个门派的老人，而这些老人又带着自己的徒弟，我认为是一个团结的结果。这真是高瞻远瞩一深远，万众一心志成城。历史是一面镜子，回忆历史是为了更好的继承。我们一直是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他们的德行，他们的记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永远记住为敬迁董海川先师墓所做出贡献的前辈和八卦掌门人。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重大的历史事件。